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时候？大半夜的，孩子睡了，老公呼噜震天响，你终于有了点自己的时间，躺在床上刷手机，本来只想看2眼，结果手指头就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，鬼使神差地点进了一个直播间，主播在那儿喊最后10单，原价2999，今天只要999，抢到就是赚到。那一瞬间，你的心跳是不是突然快了2拍？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喊买，不买就亏了。你的手比脑子还快，密码一输，支付成功。等快递到了，拆开一看，那件大衣颜色有点老气，料子也就那样。最关键的是，你衣柜里已经挂着3件差不多的了，连吊牌都没摘。这时候，你是不是特想抽自己2下？心里骂自己，我这是中了什么邪？怎么又乱花钱？别急着自责，亲爱的，这真不是你定力差，也不是你败家，这是咱们的大脑在替你省电呢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本书，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·卡尼曼的《思考快与慢》。听着名字挺学术，其实他讲的就是咱们脑子里那点小99。读懂了这本书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咱们总是管不住手，为什么总是看走眼，为什么明明想减肥，最后还是吃了那块蛋糕。这哪里是讲经济学，简直就是咱们的大脑使用说明书啊！咱们先来认识一下住在咱们脑子里的2个小人儿。卡尼曼老爷爷给他们起了个名，叫系统1和系统2，但这名字太干巴了，咱们换个叫法。这第一个小人儿，咱们叫他急惊风，他就像个只有3岁的小孩子，或者是咱们体内的那个原始人。他干活特别快，从来不经过大脑思考，全凭直觉和本能。看到红烧肉流口水，那是他；听到别人说你坏话立马炸毛，那是他；看到买1送1就走不动道，那也是他。他的特点就是快、自动、情绪化，而且特别爱偷懒。他就像咱们手机里的后台程序，永远开着机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他立马就能做出反应。这其实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保命技能。你想啊，在原始森林里，草丛里突然窜出一只老虎，你是先分析一下老虎的品种、体重、奔跑速度，还是撒腿就跑？肯定是撒腿就跑啊！这就是急惊风的功劳，他帮咱们避开了危险，活到了今天。但是这第2个小人，咱们叫他慢郎中，他就像个严谨的老教授，或者是咱们那个爱操心的理性管家。他干活慢吞吞的，但是特别讲逻辑，爱分析，会算账。你要算17乘以24等于多少，那得靠他；你要规划下个月的家庭开支，那得靠他；你要克制住脾气，不跟叛逆期的孩子吵架，那也得靠他。他的特点就是慢、费劲、理智，但是他特别懒。真的，这个慢郎中能不动就不动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急惊风搞不定了，他才慢悠悠地出来收拾烂摊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动脑子太累了啊！你想想，咱们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比干一天家务还累？那就是因为慢郎中在全负荷运转，大脑的能量消耗那是蹭蹭往上涨。所以为了省点劲儿，咱们的大脑平时都是让急惊风当家做主，慢郎中就在旁边打瞌睡。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总是冲动消费、情绪失控的根本原因。家里那个管事的慢郎中睡着了，全是那个不懂事的急惊风在瞎指挥。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急惊风最爱干的一件事，被价格锚住。这就是书里说的锚定效应。咱们小区有个李姐，那可是个过日子的好手，平时买把葱都要让老板送2头蒜。前段时间双11，李姐神神秘秘地拉住我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抢了个大便宜。我一看是一个扫地机器人。李姐说，这可是大牌子，原价4999呢，双11搞活动只要2599。我一下子省了2000多。她脸上那个得意劲儿就像刚中了彩票。我问她，
李姐，你家不是有一个扫地机器人吗？上次去你家还看见在那转悠呢。李姐愣了一下，说：哎呀，那个有点旧了嘛，而且这个吸力大，还能拖地呢。再说了，便宜这么多，不买不就亏了吗？你看，这就是典型的被毛住了。那个原价4999，就是商家抛给李姐的一个毛。李姐的急惊风一看到这个数字，立马就把它当成了这个东西的价值标准。然后看到2599，大脑里的计算器一响，哇，便宜了一半，买。这时候那个懒惰的慢郎中根本没醒过来去问一问，这个原价是不是虚标的？我家真的需要第二个扫地机器人吗？那2599块钱是不是能干点更有用的事？没有，全被那个省了2000多的快乐给冲昏了头脑。结果呢，那个扫地机器人买回来，因为太厚钻不进沙发底，被李姐扔在角落里吃灰。这哪里是省了2000多，分明是白扔了2599啊！咱们在商场里、直播间里，甚至在菜市场，天天都在被这些毛给算计。原价、吊牌价、建议零售价，这些都是毛。甚至你去买房，房东先报个高价，那也是毛，就是为了让你砍完价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。要对付这个，咱们得学会把那个毛给拔了。下次再看到打折，咱们试着把那个原价遮住，只看现价，问自己，就这堆塑料和电线值2599吗？如果是隔壁老王要把他的旧机器卖给我，多少钱我才肯要？这么一想，你那个睡着的慢郎中可能就被吓醒了。除了乱花钱，急惊风还特别容易让我们自己吓自己。这就是书里说的可得性启发。听着挺绕口，其实就是说，咱们的大脑判断一件事发不发生，不看统计数据，全看能不能轻易想起来。越容易想起来的事，咱们就觉得它越容易发生。就说我表妹小敏吧，自从当了妈，那个焦虑症简直了。那天她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说不敢让孩子坐校车了。我问怎么了，她说刚刷到一个新闻，有个校车出事故了，孩子受了伤，太可怕了。她一边说一边哭，这校车太不安全了，以后我得天天自己开车接送。我安慰她，小敏啊，你先别急，咱们冷静想想，这几年你听过几次校车事故？是不是就这1、2次？那你听过多少次私家车出事故？事实上，统计数据早就告诉我们，校车比私家车安全几十倍。但是新闻里那些校车事故的画面太惨烈了，太容易给咱们留下印象了。那个急惊风一看到这些画面，立马就拉响了警报，危险，危险，千万别做。他才不管什么概率不概率的，他只相信他看见的、记住的。这就好比咱们坐飞机，稍微颠簸一下，手心全是汗，满脑子都是空难电影的画面。其实呢，你过马路被车撞的概率比坐飞机掉下来的概率大多了。但是咱们从来不觉得过马路危险，因为那是天天干的事，太平常了，大脑记不住。这种可得性偏差，让我们把好多精力都花在了防备那些极小概率的倒霉事上，却忽略了身边真正的隐患。比如，咱们可能会花大价钱给孩子买各种防走失的装备，却忘了检查一下家里的窗户有没有装限位器，忘了给孩子坐车时系好安全带。后者出事的概率可比人贩子拐跑高多了。所以啊，姐妹们，下次在被新闻吓得睡不着觉的时候，试着问问咱们的慢郎中，这事儿发生的概率到底有多大？是不是因为媒体天天报，我才觉得它多？用数据说话，别让情绪牵着鼻子走。还有一种坑，是咱们因为喜欢一个人，就觉得他哪哪都好，这就是光环效应。咱们公司前阵子来了个新同事，小伙子长得那叫一个帅，1.8米的大高个，穿个白衬衫，笑起来还有酒窝。办公室里的几个大姐，那是看得眼睛都直了。还没过试用期呢，大家就一致觉得这小伙子肯定能力强，人品好，
有前途。只要他稍微做点啥，大家就夸：哎呀，你看人家小张多有眼力架，你看这 PPT 做的多有审美。后来有一次，咱们组赶一个项目，急得火烧眉毛。这个小张呢，负责的数据部分出了个大篓子，直接导致咱们全组通宵加班。按理说这得挨批评吧，结果咱们组长平时挺严厉的一女的，对着小张那张无辜的帅脸，竟然说：哎呀，新人嘛，难免手生，下次注意就行了。要是换个长得普普通通的老实人犯这错，估计早被骂得狗血淋头了。这就是吉京风在作怪，他是个颜控，也是个标签控。他看到小张长得帅，就给他贴了个好人的标签。既然是好人，那肯定工作也好，性格也好，啥都好。这种爱屋及乌的心理，在谈恋爱的时候最要命。你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，可能就因为他那天穿了一双你喜欢的球鞋，或者帮你拉了一下椅子，你的急惊风就立马宣布，这就是我的白马王子。然后呢，他没回消息，你觉得他是工作忙；他脾气暴躁，你觉得他是真性情；他不做家务，你觉得他是干大事的。直到结了婚，过上了柴米油盐的日子，那个光环慢慢褪色了，你才发现，天啊，我当年是瞎了眼吗？这人怎么这么懒，这么自私？其实他一直没变，只是你的慢郎中终于醒了，开始看到真实的那个他了。要躲开这个坑，咱们得学会去媚。看人别光看那一两个闪光点，得拿个小本本把它拆开了看。长得帅是长得帅，但人品是人品，能力是能力。别因为一样好就觉得样样好。就像买水果，不能因为苹果皮红就觉得它里面肯定甜，说不定心里早就烂了呢。再来说说咱们女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，舍不得。这就是损失厌恶。打开你的衣柜看看，是不是塞得满满当当？但是真要出门的时候，翻半天又觉得没衣服穿。那些挂着不穿的衣服里，有一半是买回来发现不合适的，有一半是瘦的时候穿现在塞不进去的。你为什么不扔了或者送人呢？你肯定会想，那件裙子我花了1000多买的呢，虽然穿着显胖，但扔了多可惜啊。那条裤子万一我明年瘦下来了呢？再买又要花钱。这种心理就是损失厌恶。科学家研究过，咱们丢了100块钱的痛苦，要比捡到200块钱的快乐还要大。咱们的大脑天生就怕失去，哪怕那个东西已经没用了，哪怕那段感情已经烂透了，只要一想到失去，那个急惊风就开始撒泼打滚，死活不松手。我有个闺蜜小红，前几年股市好的时候，跟风买了一只股票，刚开始涨了一点，她没卖，想着还能涨。后来跌了10%，她说没事，回调呢，过2天就涨回来了。跌了30%，她说这时候卖就真亏了，我得拿着等解套。跌了50%，她已经不敢看账户了，就在那死扛，我就不信它不涨，我就当存银行了。结果呢，那家公司最后都退市了，小红的钱真的变成了废纸。她要是早点在跌10%的时候止损，虽然亏了点，但至少本金还在啊。可是损失厌恶让她觉得卖了就是承认失败，卖了就是实打实的亏损。只要不卖，账面上的亏损就只是数字，她就还能骗自己没输。这种心态害了多少在股市里被深套的人，也害了多少在垃圾婚姻里耗尽青春的女人。咱们总觉得我都付出这么多年了，现在离婚，那我以前的青春不都喂了狗了吗？亲爱的，以前的青春已经喂了狗了，你再耗下去，连未来的晚年也要喂狗了。咱们小区还有个陈姐，她那故事简直就是损失厌恶的教科书。陈姐的老公10年前就开始在外面不三不四，家里的钱也经常被他拿去挥霍。大家都劝陈姐，你这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？离了算了。陈姐每次都哭得跟泪人似的，但最后总是那句话，我都跟他过了20年了，
孩子都这么大了，现在离了，我这20年不就白干了吗？我不甘心啊。他觉得离了就是亏了，就是承认自己这辈子的投资全打水漂了。为了不承认这个亏损，他宁愿继续往这个无底洞里砸时间、砸精力、砸眼泪。这就是被损失厌恶绑架了。他忘了每1分钟的纠缠都是在给那个错误的投资增加成本。直到去年，她老公把家里的房产证都给抵押了，陈姐才真的崩溃了。这时候她才明白，早点止损虽然疼一下，但至少能保命啊。面对这种舍不得，咱们得学会用清零思维。假设你现在没有这件衣服，没有这只股票，没有这段关系，看着这件又贵又显胖的裙子，问自己，如果我现在逛街看到它，我会花1000块钱买吗？如果答案是绝对不会，那就赶紧扔了它。看着这个对你冷暴力的男人，问自己，如果我现在单身，遇到这个男人，我会嫁给他吗？如果答案是想得美，那就赶紧让他滚蛋。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，也别为错误的投资追加成本。不管是钱还是情，及时止损才是最大的赚。再说说这个吉京风爱玩的另一个游戏——框架效应。这名字听着玄乎，其实就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进阶版。咱们去超市买牛奶，一罐上面写着90%脱脂，另一罐写着10%含脂。你猜大家会买哪罐？绝大多数人都会选90%脱脂的那罐，觉得这罐更健康。其实这2罐一模一样，但90%脱脂听着像是在送福利，10%含脂听着像是在喂你吃肥肉。这就是吉京风的软肋，它会被信息的表达方式给带偏。我那个做销售的朋友小张，那真是把这招玩得炉火纯青。有次他推销一款保险，如果他说，如果你不买这个保险，万一生了大病，你可能要损失50万。客户听了可能觉得你在咒他，心里特反感。但小张换了个说法，如果你买了这款保险，万一生了大病，保险公司会补偿你50万，保住你全家的生活质量。客户一听，哎呀，这哪是买保险，这是在给自己家买个保命符啊！成交率蹭蹭往上涨。咱们平时跟老公、跟孩子说话，也得学会用这个框架。你想让老公去洗碗，你要是说，你怎么又不去洗碗？你想累死我啊？那完了，老公肯定觉得你在指责他，立马开启防御模式，说不定还得吵一架。但你要是换个说法，老公，你刚才做饭的样子太帅了，那菜味道绝了。你要是能再帮我把碗洗了，我今天晚上给你做个全身按摩，怎么样？这叫收益框架。老公一听有好处，还有夸奖，干起活来比谁都勤快。对孩子也是，别总说不写完作业不能看电视，那叫损失框架，孩子听了就想反抗。试着说写完作业咱们就能看半小时动画片了，这叫收益框架，孩子觉得自己在赚时间，效率自然就高了。说白了，就是要把那颗苦药外面包上一层糖衣。你的吉京风只认那层糖，只要糖够甜，他就乖乖听话。回顾这些思维陷阱，你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。系统一为了省力，用直觉捷径代替理性分析，而系统二因为懒惰，没有纠正这些捷径带来的偏差。锚定效应是用第一个数字代替合理判断，可得性启发是用易集性代替概率，光环效应是用单一特征代替全面评价，确认偏误是用支持证据代替全面证据，回归平均值是用因果解释代替统计规律，损失厌恶是用对损失的恐惧代替理性权衡，框架效应是用信息形式代替信息实质。这些陷阱不仅会导致错误，更会让我们对自己的判断过度自信。因为系统一会编一个自洽的故事来解释自己的判断，系统二又会相信这个故事。比如你因为锚定效应买了贵的东西，会告诉自己1分钱1分货；因为可得性启发觉得飞机危险，会坚信新闻里总报道空难。这种自我合理化
正是下一部分要探讨的过度自信的核心。咱们再聊聊另一个让人头疼的事儿——回归平均值。这事儿在咱们教育孩子的时候，最容易让当妈的血压升高。你家孩子平时考80分，这次超常发挥考了95分，你那叫一个高兴啊！又是买大餐，又是送礼物的。结果下次考试，孩子又考回了82分，你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这孩子骄傲了？肯定是尾巴翘到天上去了，不努力了，然后一顿批，甚至还把给他的礼物给没收了。其实啊，这可能真的不怪孩子，这在数学上叫回归平均值。你想想，孩子平时80分的水平，考95分那是运气爆发，碰巧题目都会。运气这东西不可能天天有，下次考回80分左右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常态了。咱们老祖宗说的风水轮流转，乐极生悲，其实就是这个理儿。极端的结果之后，总会向中间水平靠拢。咱们小区有个王阿姨，平时最爱跟人显摆她孙子。有个月她孙子在钢琴比赛拿了金奖，王阿姨那是走路都带风。结果第2个月，孙子参加个校内的选拔赛，竟然没进决赛。王阿姨那个愁啊，觉得孙子退步了，是不是天赋用光了？其实哪有那么多天赋，就是拿金奖那是运气好，没进决赛那是运气差，孙子的真实水平就在这中间晃悠呢。所以啊，姐妹们，下次孩子成绩波动，或者老公表现起伏，别急着上火，先看看是不是回归平均值再作画。如果是正常的波动，咱们就淡定点，别把偶然当必然。真正要关注的是那个长期的平均分有没有往上涨，那才是实打实的能力。说到底，过度自信的本质是我们无法忍受不确定性。系统一，它需要一个确定的答案来获得安全感，哪怕这个答案是错的。系统二，它则因为懒得处理复杂信息，会默认接受这个答案。就像有人宁愿相信星座运势能预测未来，也不愿承认很多事情本来就无法预测。因为不确定带来的焦虑感，比相信错误答案更难受。前面3部分，我们拆解了大脑的运作机制，系统一与系统二的配合机制，常见的思维陷阱以及过度自信的根源。这些认知偏差像一张无形的网，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做出错误判断。但认知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，偏差不是命运。就像我们能通过戴眼镜矫正视力，也能通过刻意练习，用技巧对抗认知偏差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介绍3个经过实证检验的实用技巧。它们看似简单，却能有效激活系统二，帮你在关键决策中避开陷阱。第一个技巧是参考外部意见，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，别只盯着自己的小算盘，去看看别人的大数据。举个例子，咱们想在楼下开个美甲店，你的急惊风会告诉你，我手艺好，这附近又没几家店，肯定火。这时候你得逼着你的慢郎中去干点活，去查查你们这个片区过去1年开了多少家美甲店，倒了多少家。如果平均寿命只有3个月，那你就要问自己，我凭什么能比他们活得长？是因为我有固定客源，还是我租金特便宜？如果你说不出3个硬邦邦的理由，那这个决定就要慎重了。这就是用外部数据来给你的内部自信降温。第2个技巧是设置决策清单。这事儿咱们在职场上见多了，其实在家里也能用。比如你要买个大件电器，或者要给孩子报个昂贵的培训班，列个单子，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？真的需要吗？2，有没有同类产品可以替代？性价比最高吗？3，如果买了不满意，能退吗？止损方案在哪？4，听听家里其他人的反对意见，别只听好话。把这几个问题勾完了，如果还是觉得该买，那就买得踏实。这就是用流程来堵住直觉的漏洞。第3个技巧是预留反驳时间，也就是咱们说的事前验尸。
这招我经常建议我的闺蜜们在谈恋爱或者合伙做生意的时候用。在签合同或者领证之前，先假设这事1年后彻底黄了，然后去想，到底是因为什么黄的？是因为对方人品有问题，还是资金链断了，还是性格不合？当你能提前想到这些死因，你就能提前去预防。如果发现这些死因是根本没法解决的，那这婚，这生意还是别开了。这就是用找茬的方式来救自己的命。回顾整本书的逻辑，我们的大脑有2套思维系统，系统1快思考，系统2慢思考。它们的配合既有高效的一面，也会因系统1走捷径，系统2偷懒产生偏见。这些偏见形成了各种思维陷阱，让我们在判断时偏离理性。而参考外部意见、使用决策清单、预留反驳时间，这3个技巧正是针对这些认知弱点设计的解药。最终，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消除所有偏见，这既不现实也没必要，而是在关键决策中少犯致命错误。就像航行时不需要完全消除风浪，只需要掌握应对风浪的技巧，就能安全抵达目的地。希望这本书能让你看清自己的思维模式，也能让你在下次做决策时多一份清醒和从容。记住，真正的智慧不是从不犯错，而是懂得用方法对抗人性的弱点。当你开始刻意练习这些技巧时，你已经走在成为理性决策者的路上了。最后，恭喜你又读完了一本书。好了，今天的书就读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扎心了，或者有收获了，别忘了点个赞，转给你的闺蜜们也看看。咱们一起修炼这颗最强大脑。下期见。